物业要求1楼住户分摊8万电梯维修费，可我们连按钮都没机会按，还在业主群口出狂言。电梯是整栋楼的公共设施，不管用不用都得交钱。这下群里彻底炸了！我操，疯了吧？8万，抢钱啊！我们1楼用个屁的电梯，凭什么要交钱？去年才交了5000的维修基金，都花哪儿去了？这他妈是无底洞啊！大家今晚7点，物业办公室门口集合，必须让他们给个说法。群主张博的消息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愤怒，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晚上，妻子柳如烟加班回来，她当然也看到了物业的通知。萧凡，这事你可别当出头鸟，张博他们闹得凶，物业肯定会找人开刀的，我们别往枪口上撞。柳如烟的担忧我理解，她是那种典型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普通人，她只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不想招惹任何麻烦。我没有回答她，默默走回书房，打开电脑。屏幕上赫然是我家的户型图和整栋楼的建筑结构图。作为一名室内设计师，这些图纸是我最熟悉的语言。我的手指在屏幕上缓缓移动，最终停留在我家厨房后墙与地下车库通道之间的那片空白区域。那是一面非承重墙。晚上9点，张博带着一帮邻居从物业办公室回来了。他们在群里发了段小视频，画面里物业经理王经理挺着啤酒肚，叼着烟，一脸不耐烦。这是全体业主的公共财产，公摊懂吗？你们1楼也是业主，就得承担责任。文件都在这儿，不信你们自己去看。有意见去法院告我们，我们随时奉陪。我私聊了张博，详细问了他与王经理对话时的每一个细节。他当时什么表情？什么表情？就是那种看傻子的表情，好像我们去要饭的一样，嘴角撇着，眼睛都快翻到天上去了。在王经理眼里，我们这些1楼的业主不过是一群会叫唤但不敢咬人的羊。深夜，我关掉电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我走到客厅，柳如烟正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我递给她一杯牛奶，平静地开口：老婆，吵架是最低效的沟通方式，我们得换个玩法。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疑惑和不安。我没有过多解释，因为我知道行动永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第二天一早，物业的催缴电话准时打了过来。你好，是萧凡先生吗？关于12号楼的电梯维修费，请您尽快缴纳。你好，我们是1楼住户，不使用电梯，这笔费用摊派不合理。先生，电梯属于楼栋公共设施，所有业主都有维护的义务，这是规定。什么规定？文件拿出来看看。这个我们不方便提供，总之请您配合。说完，不等我再开口，对方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很好，连最基本的沟通意愿都没有，这恰好省去了我所有不必要的犹豫。你们选择关闭沟通的大门，那我就把通往你们世界的大门也彻底封死。催缴电话响了2天，我一概不理。到了第3天，王经理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决定杀鸡儆猴。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赶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稿，客户催得很急。正当我全神贯注地调整着图纸上的最后一根线条时，头顶的灯闪了2下，噗的一声灭了。紧接着，屏幕瞬间陷入一片死寂的黑暗，整个世界安静的可怕。我保持着握住鼠标的姿势，愣了足足有半分钟。那份我熬了2个通宵即将完成的设计稿就这样消失了，还没来得及保存，一股冰冷的怒火瞬间冲上天灵盖。柳如烟正好下班回家，看到漆黑一片的屋子和我铁青的脸色，立刻明白了什么。停电了，怎么回事？我给物业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柳如烟开了免提。喂，物业吗？我们家突然停电了，怎么回事？哦，12号楼那边啊，线路检修呢。检修？怎么没提前通知？什么时候能来电？这个说不准，得看师傅们进度，不清楚。什么叫不清楚？我们家还有急事呢。那我们也没办法，大家都耐心等等吧。说完，又是一声清脆的挂断声。我面无表情地站起来，走到水龙头前，拧开，没有水，很好，断水断电，双管齐下。王经理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我拿出手机，先是打给了供电局，然后是水务公司，得到的答复完全一致，我们这个小区的总线路和总水源供应一切正常，问题出在小区内部。我将2通电话都按下了录音键，清晰地录下了对方客服人员的每一句话。柳如烟急得在屋里团团转。怎么办呢，萧凡？你那个稿子……没关系。我的声音异常冷静。走，我们去酒店住。我们拎着简单的行李，就像逃难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家。从单元门走出去的时候，我看到了张博，他正和一个年轻的物业保安激烈地争吵着，花白的头发在风中乱颤，脸涨得通红。凭什么断我家的水电？你们这是违法的，我要报警！张大爷，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是线路老化，有安全隐患。张博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保安说不出话。不远处，王经理正靠在一辆巡逻车上，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看着这边的闹剧。他的目光扫过狼狈不堪的张博，嘴角勾起轻蔑和得意。我们的视线在空中交汇了0.1秒，我没有躲闪，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就在这时，1楼业主群里有邻居发了一张缴费截图。哎，没办法，家里有老人有小孩，耗不起啊。是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就当破财消灾了。啊，萧凡、张博，要不咱也交了吧？这意思没法过来。王经理的杀鸡儆猴显然起到了效果。坐在去酒店的出租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滑动。我找到一个号码，拨了过去。喂，
是蒙子施工队的李工头吗？是我，肖先生，有什么吩咐？李工头，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我家的小改造，现在可以开始做了。我把设计图纸发给你，你看看，明天一早能进场吗？没问题，肖先生你放心，都安排妥当。明天一早，我们直接从地下车库进场。挂掉电话，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看着车窗玻璃上倒映出的自己那双冰冷的眼睛，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回响：王经理，你以为断水断电就能让我屈服？你错了，你只是亲手点燃了焚烧你自己的那把火。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辆不起眼的厢式货车悄无声息地驶入了我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它没有惊动任何地面上的人，径直停在了12号楼负一层的区域。车门打开，李工头带着几个精壮的工人，扛着电钻、切割机等工具，熟门熟路地找到了我家厨房后墙对应的位置。酒店房间里，柳如烟给的眼神里满是心疼和担忧。萧凡，真的要这么做吗？万一物业那边闹起来？他们已经闹起来了，我们不能总是在他们划定的规则里被动的挨打。这一次，我要自己制定规则。上午9点，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我接起来，是张博。萧凡啊，你家是不是在装修啊？怎么动静那么大？从车库那边传来的。是的，张博，家里搞点小改造。还没聊几句，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王经理气急败坏的吼叫：谁让你们施工的？谁批准的？都给我停下！停下！我们是业主请来的，有正规合同。你们要干什么？业主？哪个业主？萧凡吗？让他给我滚出来！电话被挂断了。我知道，好戏正式开场。我和柳如烟一起回到小区，还没走到12号楼，就看到我家位于负一层的车库通道旁围了一群人。王经理带着几个保安，正堵在施工区域前和李工头他们对峙。巨大的电钻声从墙内传来。萧凡，你可算回来了！你这是要干什么？违章搭建！破坏楼体结构，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抓你？他气得脸红脖子粗，唾沫星子横飞。周围的邻居也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从随身的包里拿出2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走到王经理面前，我的脸上甚至带着礼貌的微笑，仿佛我们不是在对峙，而是在进行一场友好的商务洽谈。王经理，别激动。我将其中一份文件递给他。首先，根据物权法第71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我现在改造的是我自家的专有部分，也就是我的户内墙体。其次，我又递上另一份文件，那是一份详尽的室内装修告知书，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和身份证复印件，旁边还附带了一张建筑结构图，清晰地标明了我正在施工的墙体为非承重墙。我改造的这面墙并非承重结构，不影响任何楼宇安全，而且根据相关规定，非承重墙的户内改造只需向物业进行告知，而不需要你们的批准。这份告知书现在正式递交给你。至于噪音问题，我承认确实对邻居们造成了困扰，稍后我会在业主群里公开道歉，并明确告知工期，争取大家谅解。但王经理，你无权以任何理由阻止我在自己的房子里进行合法的装修。王经理彻底愣住了，他拿着那2份条理清晰的文件，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可能处理过各种撒泼打滚、哭天抢地的业主，但他绝对没遇到过我这种直接把法条和文件拍在他脸上的。他脸上的横肉抽搐了几下，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你给我等着！我没有理会他，转身面向那些围观的邻居，特别是住在1楼的几户，我微微鞠了一躬，语气诚恳：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家里的一些个人原因需要改造，这几天的噪音可能会打扰到大家，我在这里先给大家赔个不是。工期大概1周左右，我们会尽量在大家休息的时间段停工，非常抱歉。我的态度和王经理的蛮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本一些对我颇有微词的邻居脸色也缓和了下来。张博更是走到我身边，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压低声音说：萧凡，好样的，对付这帮流氓就得用这招。王经理这时也回来了，看样子他的上级也没给他什么有力的支持，他不敢再强行阻拦施工，只能带着保安像2尊门神一样黑着脸守在旁边。施工期间果然有不速之客上门，住在5楼的李阿姨是小区里有名的物业积极分子，平时和王经理关系走得很近。她气冲冲地跑下来，堵在我家原先的楼道大门前，指着我骂：萧凡，你还有没有公德心了？一天到晚叮叮当当的，吵得人脑仁都疼，还让不让人活了？我没有和他争辩，而是客气地递上一盒早就准备好的进口水果和一副降噪耳塞。李阿姨，实在对不起，影响您休息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多担待，再有几天就好了。伸手不打笑脸人。李阿姨看着我温和的态度和手里精致的礼盒，一肚子的火气硬生生被憋了回去。对付这种人，硬碰硬是下策，用小恩小惠堵住他们的嘴，让他们失去道德制高点才是上策。柳如烟看着我这一系列行云流水的操作，眼神从最初的担忧逐渐变成了惊叹，最后是满满的佩服和期待。新门安装的那天，几乎全楼的人都来看热闹了。在王经理和所有邻居复杂的目光注视下，我对他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发自内心的微笑。王经理，现在我和你的公共区域再无关系，那8万块钱我一个子儿都不会再给你。我家的新格局很快就展现出了惊人的便利性，最激动的莫过于张博，他直接给我打来了电话，
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兴奋。小凡，快把那个施工队的联系方式给我，我也要改，马上就改。我没有藏私，直接把李工头的名片分享到了1楼的小群里。大家如果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李工头，报我的名字，他会给大家一个优惠价。那一刻，我仿佛能听到手机那头10几户人家同时传来的欢呼声。接下来的1周，我们12号楼成了整个小区最热闹的地方，此起彼伏的电钻声几乎没有停过。那声音不再是噪音，而是一曲嘹亮的属于1楼住户的独立宣言。王经理彻底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境地。他可以威胁我一家，但他不可能同时威胁10几家。他带着保安，像个消防员一样，东家跑西家窜，试图阻止施工。但迎接他的是10几份一模一样的物权法打印件和室内装修告知书，每一户都学着我的样子，礼貌而坚定地告诉他，王经理黔驴技穷，他想到了举报。他接连给消防、住建、城管等部门打了无数个电话，举报我们违章搭建，存在安全隐患。然而他得到的回复都如出一辙。经核实，该楼栋业主改造的是非承重墙体，未改变建筑主体结构，且新开门洞位于地下车库，不影响消防通道，我方无权干涉。我早就研究透彻了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王经理告状无门，气得在办公室里摔碎了好几个杯子。麻烦才刚刚开始。一天下午，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找到了王经理。王经理，我们公司挂在12号楼1楼大厅和楼道里的那几个广告灯箱，下个季度的合同我们不打算续了。为什么？之前不是合作的好好的吗？那栋楼的1楼一点人流量都没有，我这广告投出去是给鬼看的啊！王经理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小区公共区域的广告费一直是物业公司收入的一大块肥肉，而这块肥肉里最大最油腻的部分就是王经理自己的灰色收入。如今因为1楼住户的集体叛逃，这条他经营多年的财路被我釜底抽薪，直接给断了。这比亏损公司的钱更让他感到切肤之痛。他的手机开始响个不停，电话那头是他上级领导愤怒的质问：王经理，你搞什么鬼？为什么这个季度的公共区域收益报表这么难看？特别是12号楼广告收入直接归零，你是不是想干了？王经理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慌，他知道这次他好像真的踢到了一块铁板。1楼住户的集体独立很快就在我们这栋楼里掀起了一场风暴。搞什么啊？现在1楼的楼道跟个砖墙迷宫一样，黑漆漆的，看着多晦气啊！就是一点都不通透了，感觉我们这栋楼的风水都被破坏了。你们说这会不会影响我们整栋楼的房价呀？业主群里，楼上的邻居们怨声载道。之前那个指责我噪音扰民的李阿姨，她联合了几个平时跟她关系好的楼上业主，天天往物业办公室跑，向王经理施压，强烈要求物业让1楼的住户恢复原状。王经理现在是两头受气，一边是1楼油盐不进的我们，一边是楼上咄咄逼人的他们，他终于扛不住了。这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久违的电话，我按下了接听键，开了免提。柳如烟在我旁边紧张地看着我。喂，肖先生啊，哎呀，你看这事闹的邻里邻居的，有事好商量吗？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你看你家这个门确实是方便，但这个影响不太好，楼上邻居意见也很大。王经理，我现在出门不走你们的公共区域，楼上邻居的意见应该向你反映，而不是向我。我的门影响不到任何人。别这么说嘛，那个电梯费的事，我再跟公司申请一下，给你减一半，你看怎么样？只要你肯带个头把那个门改回去。我笑了，减一半，这说明他还有一半的利润空间可以操作，也说明他还没有疼到骨子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柳如烟在我旁边有些犹豫的开口：萧凡，他都让步了，要不……如烟，这不是让步，这是试探。我要的不是妥协，是他们彻底的投降。第二天上午，门被敲响了，我打开了门，看到门口站着提着果篮的王经理，但没有让他进来的意思，只是倚在门框上看着他。王经理，有事？哎呀，肖先生，之前都是误会，是我工作方式不对，我给你赔不是了。他把果篮往前递了递。大家都是邻里邻居的，别伤了和气，只要你肯把门改回去，什么条件都好商量，价钱咱们都好商量。我看着他那张油滑的笑脸，脑海里却不受控制地浮现出那天下午电脑屏幕瞬间变黑的场景，浮现出张博在楼下和保安争吵时他那轻蔑得意的嘴角，我心里的那点火苗又重新燃烧了起来。王经理，想让我改回去，可以，3个条件。您说，第一，全额退还我们所有1楼住户已经缴纳的8万块电梯费，1分都不能少，并且书面承诺，未来所有与电梯相关的费用都与1楼住户无关。第二，在小区公告栏最显眼的位置张贴公开道歉信，承认此次摊派电梯费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向所有1楼住户道歉。道歉信必须张贴1周以上。第三，把你之前凭什么私自给我们几户断水断电的事情，在道歉信里一五一十的给大家说清楚，并且赔偿我们这几天因此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我的话音落下，王经理的脸瞬间黑了，他大概以为我会跟他讨价还价，要个3万5万的封口费，他万万没想到我的要求居然如此过分。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这是要让他当着全小区的面承认自己的错误，
剥下他那层经理的皮，甚至可能丢掉饭碗。你欺人太甚，跟你学的。说完，我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不会同意，但我也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要求，这是我们整个1楼10几户人家共同的意志。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而严肃的男声：“您好，请问是萧凡先生吗？我是远大物业总公司的法务部负责人。关于您小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领导想约您当面谈一谈。”我握着手机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王经理失魂落魄离去的背影，我知道真正的交锋现在才刚刚开始。我和物业总公司法务的会面定在了小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萧先生，我们长话短说，你私自改造房屋结构、分堵消防通道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消防法和物业管理条例。我们公司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不希望把事情闹上法庭。但如果你坚持己见，我们将保留起诉你，并要求你强制恢复原状的权利。他们以为用专业的法律术语和诉讼威胁就能吓住我这个普通业主。我没有急着反驳，只是慢条斯理地从包里拿出我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个我连夜制作的 PPT。我微笑着按下了播放键。PPT 的第一页是我家改造前后的结构对比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清晰地标注了承重墙和非承重墙。首先，关于破坏结构，我改造的是非承重墙，并且有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结构安全证明，这一点住建部门已经核实过。我切换到下一页，上面是我所在楼层完整的消防疏散图。其次，关于封堵消防通道，我封堵的是我自己的入户门，而我新开的门直接通往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本身就设有多个消防安全出口，疏散条件甚至优于地面楼道。我非但没有封堵消防通道，反而给自己增加了一条更快捷的生命通道。这一点，消防部门也已经上门勘察，并无异议。刘律师的脸色开始有些微妙的变化。我继续播放 PPT， 屏幕上出现了王经理在楼下轻蔑微笑的照片，和我们几家被断水断电后家里漆黑一片的惨状。最后，我们来谈谈这件事的起因。物业公司在未与1楼业主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并且在催缴过程中使用了断水断电这种极端甚至违法的手段，严重侵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和人身权利。我拿出了我的手机，点开了那几段通话录音，供电局和水务公司清晰的答复在安静的咖啡馆里回响。刘律师，您是专业的法务人士，您应该比我更清楚，根据合同法和物业服务合同，物业并没有权利对业主进行断水断电，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侵权。如果真的要走法律程序，我非常乐意奉陪，到时候我们法庭上见的恐怕就不仅仅是恢复原状这点小事了。我们完全可以要求对物业公司私自断水断电造成的侵权行为进行民事赔偿，并向相关主管部门投诉你们公司的违规操作。您说，到时候是你们公司的声誉损失大，还是我这扇门的价值大？咖啡馆里一片寂静，刘律师脸上的傲慢已经荡然无存。他们显然没有料到，一个看似普通的业主竟然准备了如此周密、如此专业的证据链。肖先生，你这些要求太过了，退款和道歉这个我们可以谈，可王经理也是按规章办事。规章？断水断电是哪条规章？将业主当成待宰的羔羊又是哪条规章？刘律师，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们讨价还价的，那3条要求1条都不能少，你们可以回去跟你们的领导商量，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说完，我站起身离开，留下那刘律师原地凌乱。他们以为自己是专业的猎手，却没想到这次遇到的是一个比他们更冷静，也更懂得如何利用规则的猎物。我以为这场拉锯战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让胜利的天平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彻底倒向了我们。这个盟友就是之前对我意见最大的5楼李阿姨。那天下午，李阿姨在核对自家的水电费账单时，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她家这个月明明好几天都不在家，怎么水电用量比上个月还多？她是个较真的人，拿着账单和自己家水表电表的照片，直接冲到了物业办公室。王经理正因为我的事焦头烂额，看到李阿姨，不耐烦地挥挥手：“李阿姨，账单是系统出的，不会错的。”李阿姨不依不饶，非要王经理把小区的总表读数和分户读数的汇总表拿出来给她看。王经理被缠得没办法，只好从一堆文件里翻出了一张皱巴巴的表格。李阿姨戴上老花镜，趴在桌子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核对，不核对不要紧，一核对，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每个月所有分户的水电用量加起来的总和，都比小区总表上显示的实际用量要多出一大截。这意味着物业公司长年累月都在通过虚报读数的方式多收了所有业主的钱。李阿姨的脑子嗡的一声，她感觉自己被当成傻子耍了。她一直以为自己和王经理关系好，是物业的自己人，没想到在王经理眼里，他和我们这些刁民一样，都是可以随意收割的韭菜。李阿姨的愤怒瞬间被点燃了，她一把抢过那张表格，像宝贝一样护在怀里，冲出物业办公室，然后她把那张写满了数据的表格
直接拍照发到了小区业主大群里，并且配上了一段充满了背叛和愤怒的语音。大家快看，王经理这个王八蛋，他一直在水电费上做手脚，我们都被他骗了，我们每个月都在给他多交钱，他就是个吸血鬼。这条消息就像一颗原子弹，在原本就暗流涌动的业主群里轰然爆炸。如果说之前8万块的电梯费还只是我们1楼住户和物业的矛盾，那么现在水电费的问题则彻底点燃了整个小区所有业主的怒火。我操，真的假的？我说我家电费怎么一直那么高？查账，必须查账，把他们这几年贪的钱全都吐出来。成立业主委员会，马上成立业主委员会，把这帮吸血鬼赶出去。之前那些对我们1楼改门颇有微词的楼上邻居，此刻也瞬间调转了枪口。他们终于明白，我们和物业的斗争从来都不是什么1楼的自私行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一夜之间，王经理从一个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王经理彻底慌了，他试图故技重施，拉拢一些他认为可以分化的业主。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阿姨，他提着比上次送我那个还大1圈的果篮，堵在了李阿姨家门口。李阿姨，李大姐，你听我解释，那都是误会，是系统出错了。李阿姨打开门，看着他那张虚伪的脸大骂：滚！你这个白眼狼，我以前真是瞎了眼才把你当朋友。王经理还不死心，又想去找其他楼的几个老关系户，但迎接他的无一例外都是紧闭的大门和冰冷的白眼。在铁证如山的事实和全体业主的愤怒面前，他个人的那点小恩小惠早已不值一提，没有人再相信他，没有人再站在他这边。我看着业主群里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看着那份联名信上密密麻麻的签名，心里感慨万千。我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自己一家的权益，却没想到我的反抗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最终汇成了一股足以颠覆规则的巨浪。被逼到绝境的王经理做出了最后的疯狂举动，他决定狗急跳墙。那天深夜，柳如烟和我已经被业主群里的各种消息轰炸得精疲力尽，正准备休息，突然地下车库的方向传来一阵哐当的巨响，紧接着是几声刺耳的金属刮擦声和男人的咒骂声。妈的，这门还挺结实，用这个撬棍给我使劲撬。我立刻打开手机，点开了我安装在西门口的那个隐藏式监控的实时画面。屏幕上，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男人正疯狂地破坏着我家的那扇新门。毫无疑问，是王经理找来的地痞流氓。他想用这种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来恐吓我和其他带头的业主。监控画面里，那扇漂亮的灰色大门已经被划出了几道深深的伤痕，门锁的位置也开始变形。柳如烟的脸瞬间就白了。老婆，别怕，报警，这不是普通的纠纷了，这是入室抢劫未遂，是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我们不需要跟他废话，直接让警察来处理。很快，小区里响起了尖锐的警笛声，那声音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响亮，也格外的让人安心。门外的破坏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和警察的厉声呵斥：不许动，都给我蹲下！王经理的末日到了，警察的介入让整件事情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3个地痞流氓被当场抓获，当天晚上，王经理就被警察从他家里带走了。物业总公司那边反应更是迅速，第二天一早，远大物业的官网上就挂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开除公告。公告里，他们将王经理的行为定性为个人严重违纪，给公司品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劣影响，并表示将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和王经理撇清了所有关系。同时，总公司派了一个新的团队，由一位姓陈的副总经理亲自带队，连夜赶到了我们小区救火。他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我和张博以及几位业主代表，召开了紧急沟通会。会上，他姿态放得极低，一上来就先对着我们全体鞠了一个90度的躬。各位业主，我代表远大物业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歉意，是我们管理失职，用人不当，才导致了这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保证，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看着他那张写满了诚恳和焦虑的脸，我知道我们赢了。在与陈总团队的谈判中，我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我提出的那3条要求，对方全盘接受。至于王经理私自断水断电的行为，以及他个人贪污腐败的问题，陈总表示，公司绝不姑息，一切交由司法机关处理。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权之战画上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句号。我们不仅拿回了本该属于我们的权益和尊严，还意外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